你是否遇过这样的人？你明明没有惹他，但只要你做什么，他不是指责就是冷嘲热讽。你努力，他说你在作秀；你沉默，他说你没本事；你成功，他说只是运气好；你失败，他笑你活该。他好像随时都在等你犯错，急着抓住你的缺点放大。可是这样的人到底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？无论你多么努力，取得多大成就，他总能找到角度来挑剔你，泼你冷水。他们的话语像隐形的针，不断刺穿你的自信，让你情绪低落。那些习惯性指责你、贬低你的人，内心深处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心理动机？会透过虚构小故事让你明白，吴哲是公司里最资深的员工，工作能力中等，但非常会做人际关系，从来不惹事，做任何事都会找人一起分担责任，所以从来没负过责任。小伟是新进员工，做事细心认真，成果也不错。但奇怪的是，只要小伟做了什么，吴哲总能找到缺点。小伟改了一份报表，吴哲说太慢，以后别连累别人。小伟提了建议，吴哲说你刚来懂什么？小伟完成了高难度任务，吴哲说运气好，下次就没这么简单了。一天，公司换了新主管，主管注意到小伟的能力，开始把一些重要案子交给他处理。吴哲看在眼里，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之后的会议上，吴哲开始更刻意的挑毛病。小伟，你这边资讯抓得不够完整，这种错你也会犯。我以前跟你一样年轻，急着表现，但这样只会越做越错。所有同事都能感受到吴哲的语气充满酸味，而小伟开始怀疑自己，难道我真的不够好吗？直到某一天，小伟提供了企划，获得大客户的肯定，主管公开称赞他，吴哲那张脸当场僵住。然而私下他又跑去对小伟说，你不要太骄傲，有些人捧你是想看你摔得更惨。这一次，小伟终于意识到，问题不在自己，而是在吴哲心里容不下他变好。这故事在生活里一再上演，有些人并不是讨厌你，而是怕你比他更好。那么，这些总是指责、贬低你的人，其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心理？内心往往藏着一个巨大的自卑黑洞。他们之所以需要将你推倒，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好，而是因为你站得太高，让他们感到不安全。你以为他很强势，其实他内心最害怕的就是被看出不如你。心理学家说过，所有优越感的背后都是深沉的自卑感。自卑的人有3个特征：一，对上极度讨好，他会在更强的人面前低声下气、唯唯诺诺；二，对下特别凶狠，只要发现有人稍微弱一些，他便开始指责、命令、羞辱；三，不想看到别人进步，因为那会让他感受到威胁。这些人心里想的是，只要我把你踩低一点，我的低价值就不会被看见。你越优秀，他越不安；你越沉稳，他越焦虑；你越成功，他越失控。所以他不会直接说自己不如你，而是用否定你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脆弱的自尊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他从来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不堪。明豪30岁不到就意外接任了部门主管，表面上看是他年轻有为，其实只是前主管突然离职，公司急着找人顶上，而他是年资最久的人，只能硬住头皮被推上主管位置。但明豪从接任主管后，说话总是带着威严，做决策也喜欢摆出主管姿态。可心里明白，底下的新同事不论学历、资历、实务经验都比他强，他只是刚好被轮到的主管，而不是真正被看见能力而庆生。也因为这样，明豪对有能力的下属特别敏感，甚至是警惕。部门底下有2个代表人物，第一个是阿胜，布置能力强，一个人能扛3个专案，关键时刻总是他救场，他不偷懒，是那种自带亮光的人。第二个是嘉阳，能力普通，甚至常犯一些低级错误。明豪去开个会，
他就开始各种打混摸鱼，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找人聊天，躲进厕所滑手机。只要主管明豪在办公司里，嘉阳就装忙，忙得像有3份工作在同时进行，说话客气，态度谦卑，一副最佳员工的模样。但年末考核时，大家都以为这次一定是阿胜晋升，毕竟部门的大案，他几乎全扛。结果出炉，全公司傻眼，晋升的人竟然是嘉阳，阿胜则在此被搁置。主管明豪理由是，阿胜还可以再加强积极度，嘉阳很符合我的期待，听起来冠冕堂皇，但真正原因只有明豪自己知道。害他阿胜实力太强，影响他的主管地位，害他团队把阿胜视为真正的主管，害怕有一天公司会发现，原来真正值得做主管位置的不是他，所以他选择最不会威胁他的人升迁，选择最能让他安全的人在身边。而阿胜在公司努力多年，专业能力人人称赞，却始终没被晋升过一次，因为他的努力恰恰击中了明豪心中最大的恐惧。那些贬低你的人往往最怕你超越，因为他怕你太好。能量低的人总把踩住你当安全感，能量高的人则会拉你一把当成荣耀。你真正的价值永远不是由贬低你的人决定的。另一个贬低你原因是嫉妒你的存在，你变好他就难受，你成功他就痛苦，你过得比他好，他便开始无缘无故指责你。嫉妒的人通常不会直接承认自己羡慕你，他会说你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换成我也能做到，你做得好只是运气好。但他心里在想的是，为什么不是我？为什么你比我好？嫉妒的人会做3件事：一、暗地跟你比较，一比不过就开始挑你毛病。你买新手机，他说你浪费；你升职，他说你拍马屁；你努力，他说你装勤奋。2、用开玩笑的方式嘲讽你，但那根本不是玩笑，是针对。3、用否定你的方式维持他内心的平衡，因为只要你被打压下去，他心里那种焦虑才会暂时安静，想透过财米来获得优越感。有些人讲话不是为了沟通，而是为了战胜你，他必须让你不如他，被他比下去，接受他的批评，在他面前显得渺小，因为在他的世纪里，只有踩着你，他才能抬头。这种人常表现得像在开玩笑，但每句都带刺。例如，你这种程度我1天就能学会，你还差得远呢，你以为你很厉害吗？他不是幽默，他是在敬礼权威，他想要的不是事实，而是胜利。对贬低你的恶意不代表你的价值，你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，你不需要让每个人满意，你不需要用别人的嘴证明自己的存在。真正强大的人是把自信放在自己的实力，而不是别人的评价。那些指责你、贬低你的人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而是因为你照出了他的自卑，你戳到了他的嫉妒，你破坏了他的优越感，你提醒了他自己没做到的事，所以他不喜欢你是正常的。但你要知道，你的路是走给自己，不是走给他们看的。别被别人的恶意牵着走，也不要把错误的人放进心里。你走得越稳，他们越吵；你走得越远，他们越安静。而你变得越好，过去那些贬低你的人，终有一天他们会闭嘴。